温以柔，曼云，怎么了？你跟我哥都结婚5年了，什么时候才能有孩子？怀孕的事儿随缘吧。不下蛋的老母鸡，不能生就让位。同床不共枕的夫妻怎么怀孩子呢？怎么穿成这样？谨慎，我想要个孩子。结婚前的约法3章，你忘记了？我没忘，你帮我垫付我妈的医疗费，我做你名义上的妻子，不打扰，不干涉，不相爱。所以你现在是想违约？我没有，我只是想有个孩子。你放心，我会自己照顾，不会麻烦你。谨慎，以后我们要2个孩子好不好？1儿1女，男孩像你，女孩像我。好，都听你的。温以柔，你只是我买回来的赝品，有什么资格谈条件？Never wanna be far away, don't you get away. 연기처럼 흩어지는 꿈 깨고 싶지 않아. 有消息了吗？5年前的那场大火，伤亡人员太多，目前还没有查到沈依小姐的消息。继续查。是，陆总。我娶了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可他再像你，也不是。你今天怎么来了？不是说下个月有比赛吗？今天基地放假，我趁着有时间过来看看阿姨。我都尿毒症晚期了，你们别整天来我这浪费时间了。妈，别说这种丧气话，现在医疗这么发达，肯定能治好您。阿姨您放心，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温以柔，光天化日就敢跟其他男人勾勾搭搭，还真是不要脸。曼云，不是你想的那样。你还是跟我哥解释去吧。以柔，相信你的人自然会相信你，不相信你的人，解释再多也没用。今天你去哪儿了？我去医院看我妈妈了。看着看着看到别的男人怀里去了。我没有。谨慎，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5年没碰，寂寞可以直说。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儿。做没做，等会儿知道。依依，别离开我。依依。How do you tell someone you love that everything about them makes you feel like you're not good enough? They're better in every single way, or at least they think of.
你昨天答应过会回来陪我过情人节的。 혼자 사랑이 날 피우고 있잖아 내 맘속에 널 지워 사랑한단 너의 말 사랑한단 너의 말 영원할 줄 알았지만 결국 돌아오는 건 엇갈려버린 너와 나 제발 부탁해 喂，温小姐，你妈妈晕倒正在抢救，情况危急。我马上来。我妈怎么样了？病人情况暂时稳定，但温小姐，你母亲还有50万医疗费没缴。50万？是的，要是再缴不上钱，我院只能停止对你妈妈的治疗。好，我知道了。锦深，医院这边催缴医疗费，你能……锦深已经睡了，别来打扰他。以柔，阿姨的情况怎么样了？你怎么来了？护士给我打了电话，接完电话我就来了。阿姨还好吗？病情暂时稳下来了，可医疗费我交不起。我来交。可50万不是个小数目。以柔，我只想要帮你，如果你过意不去，之后还我也可以。锦深，你这么着急打电话叫我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在上面签字，滚出陆家。锦深，为什么？温以柔，我最讨厌别人撒谎。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跟宋泽的事吗？我跟宋泽什么事儿也没有。哦，昨晚我妈发病，她只是在医院待了1晚上。你能因为钱跟我结婚，现在因为钱再去勾引别的男人，的确不奇怪。我没有，锦深，你误会我了。我没有，你听我解释，我真的没有。陆总，有沈一小姐的消息了。陆总，有沈一小姐的消息了。滚出去！锦深，滚！陆锦深这么急找你，什么事儿啊？他要和我离婚。你们离婚也不算坏事，那你答应了吗？我不甘心。你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有事给我打电话。锦深，我和你结婚从不是为了钱，我爱你，我不会这样轻易放弃的。如果沈依依小姐真的还活着，那太太怎么办？锦深，滚！当然是离婚。如果不是看温以柔跟依依长得一模一样，我怎么会娶她？所以你娶我只是把我当成别人的替代品。依依，我真傻。
小刀以为你当初叫的是我的名字。你也配跟依依相提并论？我在你眼中真的就这么不堪吗？温以柔，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我回来的时候要看到你签好的离婚协议。以柔，我联系到国外的医生了，他能治好阿姨的病。你愿不愿意跟我走？你说真的？只要你愿意跟我走，我一定能想办法治好阿姨。好，我跟你走。这枚戒指我之前怎么没见过？难道是陆景深放错了？景深，你知道我为什么送你这个对戒吗？为什么？我想嫁给你，做你的新娘子。这个戒指象征着我们这辈子要永远爱下去。景深，不管我变成什么样子，你都爱我吗？当然，我永远爱你。景深，你对我这么好，会把我养废的。既然离不开，就乖乖留在我身边。好，我哪儿也不去，就一辈子赖着你，就一辈子赖着你。 내 맘이 그대에게 빠져버렸나 그 무렵일 거예요 그대라는 走吧。 꽃이 핀 건 차가운 바람 속에서 喂，陆总，你打电话给我干什么？有事吗？温以柔，你现在在哪儿？马上给我回来！以柔在哪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陆景深你不配知道。以柔，我们走吧，等会儿赶不上飞机了。好。 我要的资料为什么还没有查到？查到了，我这就发给您。 우리 그래도 될까요? 견디 陆总，太太5年前曾用的名是沈依依。你说什么？你确定没有查错？太太之前一直跟其母沈兰姓，之后才改了名。而且我还查到，太太5年前也经历了那场大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温以柔就可能是沈依依。 温以柔就是沈依依，去查温以柔现在的位置，我要见她。是，陆总。人找到了吗？找到了，但是太太10分钟前就跟宋泽坐上了出国的飞机。
내 맘이 그대에게 빠져버렸나 봐요. 되돌아가려 해도 내 맘은 马上派人出去，把温以柔给我找回来，我要见她。是，卢总。温以柔，你真的是我要找的依依吗？你怎么看起来闷闷不乐的？有吗？你表情都写脸上了，我想不知道都难。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空落落的，像丢了什么东西。好了，别想那些让你烦心的事儿了。现在我们应该想想怎么开始新生活，治好阿姨的病。你说的对，我的确应该往前看。这样才对。走吧，我们先去酒店，下午陪阿姨去医院。好。陆总，您找我？都3天了，人还没找回来吗？抱歉，陆总，是我办事不力。那有查到其他消息吗？有，我查到太太一到国外，当天就带着齐母去了家医院，大概率是为了去治病。去查清给他们问诊的医疗团队，想尽办法给我挖过来。是，陆总，我这就去办。喂，景深，你今天下班有空吗？能不能来看看我？没空。我不管，你如果不来，我就去公司找你。好，下班我过去。我等你。景深，我听说你太太跟别的男人跑到国外去了，这是真的吗？谁告诉你的？就听几个公子哥说的。景深，你别想那些了，来喝酒吧。陆总，谈成这个项目，你可得给我个面子，陪我多喝几杯啊。我先生胃不好，这杯我替他喝。陆总真是娶了位好太太，让人羡慕。您过誉了。陆太太就别推辞了，来喝酒。景深，你睡了吗？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这么好的机会我不能放过。你在干什么？景深，你不是睡着了吗？没有，我只是头晕。你坐床上干什么？我只是担心你。担心？脱衣服的担心吗？景深，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苏田，我不管你什么意思，我从一开始就跟你说过，你存在的意义就是模仿依依。我跟那位依依小姐长得很像吗？只有5分像她，但我要10分，你明白吗？我会努力不让你失望。我们各取所需，你不亏，出去。那陆先生，早点休息。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温一柔，我等你主动来找我。医生，我妈妈什么时候能够住院治疗？温小姐，我很抱歉，你们要找的医疗团队现在不在我们医院了。不在了？那他们去哪儿了？国内有人花高价把他们请回国发展了。你们要是有条件，可以回国找他们治疗。我能去哪儿找他们呀？有办法的。我这里有张名片，你可以联系试试。喂，你好。温以柔，我等你这通电话已经等了很久了。陆景深，怎么是你？你花高价把我找的医疗团队挖回国，你想干什么？不干什么，有什么事情等你回国说。如果我不回去呢？温以柔，我了解你，你不会对你妈妈见死不救。陆景深，你卑鄙无耻！谁白你这么说？想要救你妈妈，你就乖乖回来，后续治疗我全面跟进，这点你不用担心。陆景深，你这么大费周章做的意义在哪？你不用问为什么，只要你乖乖回来，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一笔勾销。你好好考虑，我等你答复。以柔，你今天去医院找医生问的怎么样了？医生说我们要找的医疗团队被人高价挖回国了。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啊？这个医疗团队可是这所医院的王牌团队，怎么会被挖走？陆景深挖走的。这家伙还真是阴魂不散，走到哪儿他都要来插一脚。这年头，谁不是向钱看齐呢？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要不我再联系其他医院看看？不用了，我已经想好了。想好什么？我要带我妈回国。以柔，陆景深这么做的意义很明显，他就是在逼你妥协。你难道不明白吗？我知道，可我妈已经没时间好了。好，那我陪你一起回去。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谈谈。陆景深，你没看到以柔不愿意吗？你这么死缠烂打，不觉得丢脸吗？这是我跟我太太之间的事儿，跟你一个外人有什么关系？你怎么有脸说以柔是你太太的？啊？他对你掏心掏肺的这5年，你是怎么对他的？宋泽，你先带我妈去车里等我吧，我跟她谈谈。你一个人可以吗？我没事儿。那好，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好。你想跟我谈什么？有件事我想跟你聊聊。什么事儿？这里人多，附近有家不错的咖啡厅，我们去那儿慢慢谈。好。说吧。这枚戒指，你有印象吗？当初我整理行李的时候见过一次，从我衣服口袋里掉出来的。除了这个，
你还记得什么？我应该记得什么吗？这枚戒指不是你错放在我衣服里的吗？把你左手给我。你要干什么？你把戒指戴我手上干什么？你把戒指戴我手上干什么？因为它本来就属于你。陆景山，你现在说这种话的时候，你真的不觉得心虚吗？我心虚什么？你一边心里装着其他女人，一边给我戴戒指，你不觉得很可笑吗？哪里可笑了？你现在找我，无非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沈依依，你需要我继续做她的影子，我说的对吗？温以柔，你记得5年前发生过的事吗？5年前？对，5年前到底发生过什么？你记得吗？5年前？为什么5年前发生了什么，我都想不起来了。5年前，南城大厦的那场火灾，你是怎么逃出来的？你是怎么逃出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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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你先喝点水缓缓吧，想不到就别想了，以后有机会会想起来的。我先送你回去吧。不用了，我打电话给宋泽让他来接我，不用麻烦你了。你就那么相信他？他帮了我很多，谁对我好我心里很清楚。我先走了，再见。哥，你回来啦？你怎么在这儿？我想来就来喽。之前温以柔在的时候，你不准我来，现在她都跟你离婚了，我还不能来吗？我可是你亲妹妹。以后不管温以柔在不在，你都不准来这儿。哥，你今天下午是不是去机场给温以柔接机了？谁告诉你的？整个陆氏集团谁不认识我？随便一问就知道了。我不管你怎么知道的，但我的事儿你不准插手。为什么？妹妹关心哥哥难道还有错吗？这是我跟温以柔夫妻之间的事儿，不需要外人来插手。哥，你不会真喜欢上温以柔了吧？这种女人有什么好的？哪点配得上我们家？够了！温以柔再不济也当了你5年嫂子，这5年她可没亏待你。那苏田呢？你当初把她从夜店带回来，带到身边，这不是喜欢是什么？我做事不需要理由。哥，你心里喜欢谁？你真的清楚吗？不早了，你回去吧，我这里不留人。哥，你选温以柔，我赌你会后悔的。你说，到底用什么办法才能让温以柔想起她是沈依依的那段记忆？我查到的资料里，太太的脑部因为受到重创，所以才导致失忆。这种去找心理咨询师会不会好一点？有用吗？说不定对太太有用，刺激她想起忘掉的事情。那你现在去找这方面最权威的心理咨询师。是，卢总。以柔，无论用什么办法，我一定会让你想起来。医生，我妈现在的病情怎么样？不容乐观，依靠我院目前的医疗水平，只能说勉强续命，但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险情况。温小姐，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到底该怎么做才是对的？喂，你上司说，只要我回去，你就全权负责我妈的治疗，这事还作数吗？作数，你想通了？你需要我做什么？你明天搬回来，我们像以前一样生活。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不可能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你我各退一步，我不碰你，也不干涉你，怎么样？我们的关系明明都破碎的不能再破了，为什么还要勉强的住在一起？这不是勉强，是我想跟你重新开始。雨柔，你有听到吗？有听到。那你愿不愿意跟我重新开始？很多事情我想后面慢慢解释给你听。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我现在不想听，也不相信。好，那你明天先搬回来，我让助理去接你。这不是勉强，是我想跟你重新开始。欢迎回来，换鞋吧，我洗了你爱吃的哈密瓜。不用这么麻烦。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知道你要回来，所以特意回来等。餐厅我已经订好了，等你收拾好，我们就过去。不用了，我不饿，你自己去吃吧。那我给你做饭，行李箱给我，你先休息会儿。你菜做好了，你快尝尝看合不合胃口。我们谈谈吧。谈什么？陆景山，我不爱你。温以柔，我不想再从你嘴里听到这种话。我们这样耗下去有意思吗？我就愿意耗着。我懒得跟你说，等你什么时候冷静下来我们再谈。你要去哪儿？我去哪儿跟你有关系吗？我已经答应你搬回来住了，你还要我怎样？今天我生日。所以呢？之前的生日都是你陪我过的，我们还没有离婚，一起吃个饭不过分吧？陆景深，你真的够了，别让我更讨厌你。好，我不逼你。 못난 사랑이 그대를 힘들게 했어 이제야 알았어 우리 이야기 함께 한 약속들 선명하네 가끔씩 景深，来吃长寿面吧。以后不用为我忙活这些，我不喜欢。那怎么行？长寿面是美好祝福，保佑你长命百岁。温以柔，你一天到晚没有别的事情做是吗？只知道天天搞这些没意义的事，那我们不吃面，许愿切蛋糕吧。我去找找蜡烛放哪儿了。温以柔，跟你这种女人过日子，是我这辈子做过最错误的决定。
지난 날에 웃게 될까 그때는 더 이상 힘들지 않을게 네가 행복하길 바래줄게一柔，听阿姨说你搬回去跟陆景深住了。我妈的病我不能拿来跟陆景深赌气。我了解他，这个人心硬，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你的意思是，你是因为阿姨才妥协？可以这么说。一柔，其实你可以摆脱之前的生活状态，看看身边其他人。其他人？谁啊？在哪儿？我这么大个人在你面前还不明显吗？你少来，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我们两个不合适的。为什么不合适？我们不适合做恋人，只适合做朋友。只是朋友吗？你现在在哪儿？在医院看我妈。怎么了？我也在医院，顺路来看看妈。你也在医院？在哪儿？你回头。你怎么在这儿？路过，你们在这儿干什么？能干什么？朋友聊天。是吗？不然呢？随你怎么想，我先看我妈去了。天天围着一个有夫之妇，宋泽你怎么想的？能怎么想？想着等她改嫁。我劝你早点死了这条心，我不会跟我太太离婚。是吗？那只是你这么想。现在以柔可不是这么想的，她现在一心只想逃离你，可你却拿她妈妈的病威胁她。如果当初不是你把以柔带出国，能有这么多事儿吗？可你之前把以柔当空气的时候，怎么不想想给她带来多少伤害？现在在我面前叫嚣什么？你就是活该，你不配她的爱。宋泽，再让我看到你纠缠以柔，我不会放过你。妈，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配合医生好好治疗。等你病好了，我就带你去旅游，你想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我都60好几的人了，经不起到处折腾。只要你能幸福平安，妈就放心了。你这孩子啊，嘴甜得很。哦，对了，你搬回陆家，景深对你还好吧？景深他对我挺好的。这夫妻之间啊，没有隔夜仇。当初你们选择了结婚，就要接受婚姻里的这些柴米油盐。当初你爸走得早，我把你抚养长大，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你做自己。妈，这些事儿我都知道，但感情的事儿顺其自然就好。你怎么来了？阿姨，我想问你件事。什么事儿？以柔5年前是不是叫沈依依？是遭遇了火灾之后才改名叫温以柔？你怎么知道以柔之前是叫沈依依？什么？我以前叫沈依依？如果我是沈依依，为什么我完全不记得之前的事情？这件事说来话长。当时你从那场火海里救出来，送到医院抢救，医院连续下了4次病危通知单。然后呢？后来你好不容易脱险，醒来之后却不记得之前的事了。医生说这个要靠你后天恢复。那您帮依依改名又是因为什么？依依她小舅嗜赌成性，当初为了还债，
还把念头打到了依依头上，拿她出去抵债。为了躲避找麻烦的那些人，我才给依依改了名字，想重新生活。妈，你这些事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已经长大了，完全可以替你分担。傻孩子，忘了那些不愉快是好事儿，妈只要你幸福快乐就好。以柔，我去电梯口等你。好。你下午从医院回来之后就没怎么吃东西，现在多少吃点。好。尝尝这个，我记得你喜欢吃辣，所以多放点辣椒。谢谢。你盯着我干什么？是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没有，就是想到我们很久都没有这样坐在一起吃过饭了。是啊，结婚这5年，你很少在家吃饭。以柔，我……不用解释，我现在都懂了。只是命运弄人，我当初百般在意的那个人，竟然是我自己。无论你是依依还是以柔，我的心意都没改变过。我知道，但是你就不怕我这辈子都想不起来过去的事儿吗？你都说了是过去，既然是过去的事情，那我们就重新相爱，创造新的回忆。新的回忆？对，只要我们还在一起，每天都有新的意义。好，我答应你试试。曼云，你怎么来了？这是我哥的家，我想来就来，你管得着吗？我哥呢？你哥早上就去公司了，你要找他可以去公司。温以柔，你走了，为什么还要回来？你走了，为什么还要回来？你喜欢一件珠宝，会因为它缺货而放弃吗？当然不会。本小姐看中的东西就必须得到。那一个意思，我爱你哥，这颗心无论如何都不会变。哼，说爱我哥的女人多了去了，你的爱有什么特别吗？全世界珠宝那么多，你为什么偏偏就着喜欢的买呢？因为我喜欢，不喜欢我买它干什么？那我也跟你一样，不喜欢我回来干嘛？哼，我懒得跟你废话，我这次来是带个人来见你。谁啊？进来吧，我哥不在家。温小姐你好，我是苏田。你好，苏小姐。之前景深总说我跟温小姐你长得像，今天看到真人了，却不知道到底哪里像了。是吗？你这是做替身上瘾了？第一次见面，温小姐就这么不会说话吗？我不会说话。你今天为什么来这里？你我心知肚明。小三上门想打压原配的戏码，你怕是电视剧看多了。温以柔，你至于这么咄咄逼人吗？苏天琪还什么都没做呢。我今天让你进这个门，是因为你是景深的妹妹，而不是给你挑战我底线的权利。温以柔，你疯了！你现在敢这么跟我说话，我要告诉我哥去。去吧，顺便带上这位苏小姐。走。你们怎么来了？哥，今天就是你可得为我主持公道啊！什么事儿？今天我带苏铁姐去家里找你，没想到只有温以柔在。
我还没说上几句话，他就开始刁难我跟苏铁姐了，一点嫁让都没有，这种女人就……你说什么？你带苏田去见以柔了？对啊，怎么了？没有我的允许，谁让你带外人进我家的？景深，在你眼里，我就是个外人。哥，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不是喜欢苏铁姐吗？她怎么能算外人呢？温以柔才是我们家的外人。我什么时候说自己喜欢过苏田？你之前还带她去过酒店，这还不能说明什么吗？能证明什么？你自己问他，我们发生过什么了吗？没有。没有？怎么可能？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你们两个都不许踏进公司半步。你今天下班回来这么早？想你了，就早点下班了。你这些话要是被公司下属们听见，还以为你被人换灵魂了。管他们干什么，只要你喜欢听就行。今天曼云的苏田来找你了。他去找你告状了？我跟他真的什么都没有，你别多想。当初留他在身边，只是因为他身上有几分你的影子。你不用解释这么多，从你进房门对我不再是质问，我就知道你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我们重新开始吧。看你表现。喂，以柔，你能来一趟市医院看看我吗？你怎么了？我出车祸了。出车祸了？严重吗？现在不能自己动了，所以才打电话给你。那你等我，我现在马上过来。以柔，大清早的你去哪儿？宋泽出车祸了，我现在要去医院。哦，三明治我给你弄好了，你记得吃。我先走了。哎，宋泽怎么跟狗皮膏药一样，甩都甩不掉？以柔，你来了。你还笑得出来？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好端端的出车祸了？骑车的时候，后面有辆轿车超速，想超我的，结果就撞上。都说机车赛手是个高危的职业，你实在不行以后改行吧。你之前可不是这么劝我的。我之前是怎么劝你的？是你在我人生低谷最迷茫的时候告诉我要朝前看，前方就是光。原来这些你还记得？我当然记得，你不知道。你说的这句话支撑我度过了无数个睡不着的晚上。每次当我迷茫找不到前进的路时，我就会想到你。以柔，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是我先遇到你，现在你喜欢的可能就是我了？不可能，想都别想。你怎么来了？担心你，所以来看看。他哪里是不放心你啊，这分明是不放心我。宋泽，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我说的有错吗？你这跟过来不就是防着我，生怕以柔再跟我跑了。原来你也有自知之明啊。以柔，快帮我叫医生来，我气得浑身都疼。好，我现在去帮你叫医生。以柔已经走了，演够了没有？演又怎么样？至少能看出来以柔担心我，这就够了。宋泽，你要真是寂寞的话，我让我助理找3个女的来陪你。不用3个，你跟以柔离婚，把她让给我，两全其美。我去你！陆景深，你在干什么？快放开宋泽！这里是医院，我就出去一会儿，你们也能打起来。是他先挑衅我的。我挑衅你？陆景深，有证据吗？我现在本来就是个伤患，怎么可能打得过你？先让医生给你看看吧，等会有什么事儿再说。好。医生，我朋友他怎么样了？病人现在要注意情绪波动不要太大，保持愉悦心情，这样才有助于伤口恢复。我知道了，谢谢医生。你想吃点什么吗？我去给你买回来。不想吃东西，病房太闷了。以柔，你带我出去转转吧，
那也行。以柔，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是医院楼下？记得，你当时还满脸郁闷的在椅子上抽烟呢。对呀，那时候我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骑车了，没想到遇到了你。我做这些都不算什么的。你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对我来说都很有意义。我来推吧，你站边上休息就好。没事，不用，不是很费力。怎么可能不费力呢？宋泽这么大块头，还是我来推吧。陆先生，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你管我？你今天脾气不小啊，陆先生，专门跟宋泽对着干。原来你也知道，还不是因为你跟他说话。吃醋啦？哼，怎么可能？是吗？没生气就好。那我去厨房做个便当，明天给宋泽送过去。宋泽那边我会安排2个护工过去照顾他，你就不用担心了。你是不是吃醋了？我只是觉得你应该多操心我们的事儿。我们的事儿？一柔，我觉得我们是时候该要个孩子了，你觉得呢？谁说要跟你生孩子了？除了你，还能有谁？陆总，苏天想见你。他来干什么？我也不清楚，说是要见你最后一面，我劝了也没用。让他进来。好的，陆总。不是说了不让你来，你还来干什么？景深，虽然我知道你对我并没有男女之情，但我们毕竟相识一场，总要吃顿散伙饭，这样才算体面。你觉得呢？我们本来就没什么，哪算什么散伙？真想回到一开始遇见你的时候，那时候你看着我的眼睛，说我很像他。都过去了，现在我已经找到意义了。所以你现在要甩掉我，可我偏不如你意。景深，我就算死也要留在你身边。我们好聚好散。我知道你爸爸在外面欠了一笔30万的赌债，这笔钱我给你，你离开我的生活，怎么样？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要离开你，除非我死。既然你不愿意就算了，随便你怎么胡搅蛮缠。带苏天出去。苏小姐，这边请。景深，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出去。菜上齐了，可以吃了。你都忙活半天了，快坐下休息，一起吃。我还炖了个汤，马上就好，你先吃吧。我等你。玉柔，玉柔，你醒了？我怎么了？玉柔，我们有孩子了。孩子？医生说你已经怀孕3个月了，最近因为疲劳过度，所以才会晕倒。我真的怀孕了。以后啊，我就负责照顾你们，绝对不会让你们受一丁点委屈。好。以柔，你没事吧？我没事，你怎么来了？
我听护士说你被送进医院了，就赶紧过来看看，什么情况？我没事儿，只是我现在当妈妈了。你怀孕了？已经怀孕3个月了。那恭喜你要当妈妈了。宋泽，你跟以柔关系那么要好，等我们孩子出生了，一定要来喝喜酒。当然要来，我不仅要来，我还要认干儿子。我儿子可不会认你这种人。你说的不算，孩子是以柔生的，他才有发言权。这是我老婆跟孩子，我怎么没有发言权？你们够了，一见面就掐起来，搞得上辈子跟仇家一样。你还真别说，说不定我和陆总的确是八字相冲，注定仇家。好了，我有点困了，想睡一会儿。好，你先休息，我跟宋泽出去一趟。以柔，那我晚点再来看你。你叫我来这儿干什么？陆锦深，其实讲实话，你是真配不上以柔。要不是我比你晚遇见他，现在他身边的人就该是我了。你少白日做梦了。你不用对我抱这么大敌意，我把你叫过来不是想跟你争什么。我知道以柔心里从来没有放下过你，即便你那么混蛋。你既然有自知之明，就应该懂得，别再纠缠他。道理谁不懂？我需要时间来放下以柔，但如果你让我知道你对他不好了，我立马带他走。这次我绝对不会让你再找到。不会的，我找了他5年，我对他的感情不会比你少半分。希望你说到做到。希望你也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医生，我的检查结果怎么样？苏小姐，根据你 B 超检查结果来看，你是先天不孕不育，这辈子怕是生不了孩子，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不是就经期不稳吗？怎么可能不孕不育？医生，你是不是误查了？我是不会误查的。苏小姐，你之前有来做过 B 超吗？没有。那你不做检查肯定不知道。不过你也不要太焦虑，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是丁克。那这个可以治疗吗？目前很难，你是先天不孕，我建议你要是结婚了，不如早点跟你先生商量，去按领养手续领养一个孩子。我还没结婚。没结婚那就更好，有个心理准备。主任，陆景生先生来了。景深，你怎么在这儿？我身体有些不舒服，所以来看看。你呢？我太太怀孕了，我来问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温以柔怀孕了，什么时候的事儿？我们也才刚知道不久。景深，我想跟你一起去看看温小姐，可以吗？不可以，我太太不喜欢见生人。你这里有人的话就先忙，晚点儿我让我男助理过来找你。好的，陆先生。麻烦能问你个事儿吗？苏小姐，你要问什么？陆先生的太太温以柔在哪个病房？这属于病人隐私，我们不好透露。我跟温小姐虽然有点不愉快，但之前毕竟是朋友，现在她怀孕了，我想亲自去道喜。好吧。以柔，我临时要开个会，去不了医院。等会儿我派男助理过去接你出院，他到了会打电话给你，你再下楼。知道了，你先忙，我一个人也可以的。那怎么行？你现在肚子里可还怀了一个，要更小心了。孩子才多大？你先忙吧，等会儿我到家给你回消息。好，晚上我早点下班，回家给你做饭。好。温小姐，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你来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听说温小姐怀孕了，我特意来道喜，顺便我也有个好消息要分享给你。什么好消息？我也怀了景深的孩子。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今天下午在医院，苏田来找我了。苏田找你干什么？她说她怀了你的孩子。不可能，我碰都没碰过他。之前你就跟苏田不清不楚的，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以柔，我之前就跟你解释过了，我当初之所以把他留在身边，只是因为他有几分你身上的影子。就因为他像我，所以你跟他一起进酒店。就因为他像我，所以一直被你偏袒对待。就因为他像我，所以他怀上了你的孩子。以柔，你怎么会这么想？我现在很乱，你让我一个人静静的，今晚你去客房睡吧。好，你早点休息。景深，我就知道你今天之内会打电话给我。你今天去找以柔说你怀孕，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干什么？你不让我好过，我就不会让温以柔好过。苏田，你是不是疯了？对，我就是疯了，我接受不了你对我的态度反差，凭什么我就要活在温以柔的影子下面？凭什么你对我的好要收回？苏田，大家都是成年人，你情我愿的事从一开始我们就明码标价，更何况我没碰过你，这笔交易你不亏。是我不亏，可我现在不要钱了。你想要什么？我要你爱我。不可能。既然你不答应，那就别怪我了。苏田，你可别乱来。礼尚往来，我尝过的痛苦，我当然也要温以柔尝一遍。这个点儿你不去上班，在弄什么？我跟着网上的教程学着做了点营养餐，你先尝尝。这些都是你做的？对，怕不合你胃口，就多做了点儿。你先坐下尝尝。味道怎么样？你要是喜欢的话，以后我天天给你做。你要是喜欢的话，以后我天天给你做。不用了，想喝粥我自己会煮。你还在因为苏田的事情生气吗？没有，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了。以柔，我希望你可以把你的情绪告诉我，无论好坏我都想知道。遇到事情我们一起商量解决，好不好？如果我想离婚呢？除了离婚这件事，其他都好说。那除了这个，我现在也没什么好说的。那我就等到你愿意把你的心事说出来。你为什么那么固执？不是我固执，是你把自己拘束在过去出不来。以柔，你答应我重新开始的。你先去上班吧，我有点累了，想回房休息。好，那我下班回来再跟你谈。喂，妈，怎么了？妈听护士说你怀孕了，你这孩子这么大岁数，怎么没告诉我？最近发生的事情有点多，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还以为你现在成了家，就不要我这个妈了。妈，这怎么会呢？我等会儿就去医院看你。温小姐，真巧，我们又见面了。不巧，你有什么事儿吗？我想和你聊聊孩子的事儿，不知道温小姐有没有时间呢？你应该去找景深，你们之间的事儿与我无关。怎么会和你没关系？你不是一直爱景深吗？那他的事情你怎么会不关心？温小姐，我们都是女人，
在我面前，你没必要说那些没用的。那是你自以为，我不清楚苏小姐是怎么有脸以第三者的身份找我的，但这份勇气让我佩服。温以柔，你凭什么这么说我？我说的是事实。你还有事儿吗？我是真心想和你好好谈谈。你凭什么？凭我们都身为母亲。你想说什么？这里人多眼杂，我们找个安静点的地方谈吧。好。这里没什么人，你可以说了吧？其实我没有怀孕。你说什么？在你怀孕的时候，我被查出不孕不育，你说可不可笑？所以你是想报复我们？你可以这么理解。我不明白你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难道就是想看我跟谨慎吵架吗？吵架哪里够？我要的才不止这些。那你想要什么？我一个人过得不幸福，你们就别想好过。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过得生不如死？我要你们都下地狱！苏天，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我想要你死！苏天，你放开我！温以柔，只有你死了，谨慎就会爱我了。谨慎，救救我！以柔，你醒了。我怎么在这儿？你差点被苏田掐死，还好有查房的护士及时发现，才把你救了回来。苏田呢？我已经报警把苏田抓进去了，你再不用担心他会再伤害你，我也不会让你身边再存在任何危险隐患。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以柔，你要是醒不过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没事啦。我这不是已经醒过来了吗？是啊，万幸就是你醒过来了。孩子呢？我们的孩子有没有事儿？你别担心，医生说所幸发现的及时，孩子没受到影响。那就好。以柔，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第二次了。我就在你身边，哪儿也不去。以柔，你应该出院了吧？昨天就出院回家了。你不来医院看我，现在还知道给我打电话呀？我这不是怕你家那位醋坛子打翻吗？所以得懂得避嫌。你就胡扯吧。本来就是。以柔，我打电话是想跟你告别的。告别？你要去哪儿？我要去国外，国外有很多机车比赛，更适合我发展。什么时候走？我去机场给你送行。送行就不用了，你知道我这个人最讨厌矫情了。现在看到你过得幸福，我就放心了。宋泽，你也要幸福。放心，等我什么时候谈女朋友了，我肯定第一个告诉你。好，那一言为定。好，一言为定。宋泽，谢谢你。明天我妈妈就出院了，我得想想买点什么她爱吃的菜。好，那你想好了就告诉我，明天我让我助理送过来。好。哦，对了，很久没有听到曼云的消息了，她去哪儿了？我送她出国留学了。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当初曼云带着苏田上门找你麻烦的时候，我就有想法了。
苏田害你，也是他怂恿的。可是曼云是你唯一的妹妹，你怎么舍得？就是因为她是我唯一的妹妹，没把她送进监狱，已经是我留给她最后的情面了。没关系，以后我是你的家人，绝对不会让你孤身一人。只要我们一家3口在一起，其他的事都是锦上添花。我觉得你说的对。锦深，我爱你。雨柔，我也爱你。